嗨，大家好，欢迎来到史人驾到了你不知道的三国系列，我是主持人叉叉 Y， 我是金老师。好的，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我们这一集要来聊聊的是《三国》这个电视剧的第42集，终于来到了一个大场面，就是赤壁之战终于开打啦。那这个战斗的过程当中呢，其实是延续上一周我们跟大家介绍有关于黄盖诈降，他使用火船特工，那曹操被打得落荒而逃啊，最后呢开始跑路，一路上呢就受到了刘备军的埋伏袭击啊。那当时呢就有很多的名场面出现啊。那这一集我们就好好来聚焦有关于赤壁之战它真实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过程哦。好的，其实，在电视剧是延续了《三国演义》的小说套路，就是周瑜啊，他想说我要发动火攻嘛，对不对？结果呢，突然一面旗子打过来的时候，他就注意到说啊，风向不对，我要是没有东南风的话，我这个火啊就会烧到我自己啊，因为你要火成风势嘛，对不对？你要是逆风状态的话，火只会烧到自己这一方来，所以周瑜就病倒。好，此时诸葛亮就神秘兮兮的说：“哎，其实我会一点法术哦，我可以借东风哦。”但我告诉你，这么玄的事情，在史书当中当然是不会发生的哈。赤壁之战真实状况到底是怎么样呢？首先在正式的赤壁之战之前，曹操的水军部队已经有跟江东水师发生过冲突了。不过此时的曹军部队第一个问题，他们不擅长水仗嘛，对不对？但是就算不擅长水仗，他们的人数有绝对的优势啊，人多打人少还是有一定的优势嘛。不好意思，曹军当时遇到疾病的问题，《三国志》史书是这么描述的：时曹公军众已有疾病，初一交战，公军败退。意思就是说，哎呀，曹家的军队当时已经有疾病的状况啊，那可能10分力都使不上2-3分力，所以就战败了。还有攻至赤壁，与备战不利，于是大疫，立士多死者，乃引军还。意思就是说，其实曹操在这场大战当中，真正受困的是什么？不是对方的军队，也不是后来的火攻，而是所谓的疾病问题，导致很多士兵其实他们就丧失了战斗能力，那当然战争就打不下去。于是曹操只好选择怎么样？撤退。这是第一点，就是曹家当时已经有遇到所谓疾病方面的问题。重点，赤壁大战，我们前一集有讲到，是靠着黄盖所提供的诈降之计，最后引发所谓的火烧赤壁嘛，对不对？那这段描述呢，我们要看一个史书叫做《江表传》，它是这么说的哈：至战日，干先取轻利舰10舫，什么意思？就是他取的就是速度比较快的船舰，之后呢，在造敌枯柴机其中灌以鱼膏，什么意思？这10艘快船当中就放了很多易燃物，其中还加满了鱼膏。说到这个我就想到这个电影《赤壁》好像也有类似的桥段，对不对？他们就是我们要更大的，我要更大一点，他们就有炼煮那个鱼油，有没有来当做他们的助燃剂？重点是呢，有一段是有提到东南风的哦。这一段是怎么描述的？就是说，见旌旗龙帆于舰上，就是黄盖的部队上面就插着一些旌旗，有点像是表示说我们是黄盖部队。时东南风急，因以10舰最着前。然后这10艘快舰就因为东南风的关系，更多的加速。那之后呢，同时发火，火烈风猛，网船如箭，飞埃绝烂，烧尽北川。就是说，这10艘特工舰最终就把曹操他们那边的舰船全部都给烧光了，北军大坏，曹公退走。哇，很精彩，就是所谓的火烧赤壁。但有没有注意到，他其实提到的曹操最主要的损失是什么？是船舰，并没有说曹操死伤几10万人。哇，想想看那个画面有多么的血腥，没有，他是说曹操的船舰就被黄盖给烧掉。其实我合理怀疑，就是曹操他是发现说，哇，糟糕，我如果要远征江东，我一定要跨越长江嘛，对不对？跨越长江，我就一定需要船舰啊。那本来我船舰就已经打不过你了，何况现在船舰全部被烧掉，那难道我们用游泳过去吗？对不对？那所以第一个，既然军队已经战斗能力下滑，因为疾病的关系嘛，对不对？再来第二个，我本身也没有渡江的可能性，好吧，我的部队撤离。所以其实曹操的部队损失可能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严重。从哪边可以证明呢？后来周瑜去
攻打荆州地区的时候，其实跟镇守当地的曹人总共鏖战了1年多的时间。如果曹操真的是几十万军队崩溃、死伤惨重的话，哪来那么多的军队继续跟当时后来反攻的周瑜来进行焦灼战？曹操损失虽然惨重，但也可能没大家想象中的那么惨重。那其实后世史学家裴松之就有讲说，至于赤壁之战，盖有运数，实由极易大兴，以损凌厉之风，凯风自南，用城焚如之事，天时为之，岂人事哉？就是裴松之说，其实他不觉得说曹操可能有什么我大意啦，我轻敌啦，其实是命。你怎么知道军中爆发了疾病？尤其是北方士兵来到南方，你要知道南方往往都比北方都还要更加的炎热，而越炎热的地方怎么样，疾病种类就越多嘛，对不对？所以这是第一个原因。再第二个原因就是，谁知道来了那一阵东南风，对不对？要是没有那个东南风，黄盖军的速度如果没那么快的话，这个火攻能够达成也是个未知数啊。所以后来唐朝也有诗人有写了一段名台词，叫做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就是没有那个东风你周瑜恐怕连老婆都保不住的意思哈。好，那故事说到这边呢，我觉得最关键的应该就是那个所谓的东南风啊。按照史料来推测赤壁之战应该是发生在农历的11月，也就是入冬的时节嘛。是我们身处在台湾在冬天的时候，最常出现的是从北方来的冷气团往南边吹嘛。这个气压的分布呢，主要是在西伯利亚或者在蒙古地区的大陆冷气团往南移嘛，所以才会有所谓的寒流嘛，吹北风嘛。从大的尺度来看的话，那确实当时普遍是吹所谓的北风那为什么会有东南风的出现呢？很大的原因是因为呢，就西部的区域来看的话，我们就知道说，其实当时的曹军呢是分布在长江的北部嘛，那孙刘联军呢是分布在长江的南部，也就是赤壁的南方这个地方。那南方当时有什么东西呢？其实靠近赤壁的是有一个山区叫做幕阜山。那在北边呢有什么东西呢？其实是当时中国历史上非常巨大的一个湖泊，叫做云梦大泽。那我们也知道说，固体跟液体它们之间的比热呢是有差距的，也就是说呢，降温的速度会有快慢之分嘛。那山区的话，因为主要是固体成分嘛所以其实它降温的速度呢就会比较快，水域的部分呢降温的比较慢，所以它就会形成这个所谓的温度差啦。那这样子的话，在山区的部分它就会形成所谓的高压区，那在云梦大泽呢，水域的部分它就会形成所谓的低压区嘛。那从高压到低压，那就变成是从南到北的部分所以到晚上的时候特别容易出现这个所谓的东南风那我自己的个人推断孔明他应该是有长期的观测出在入冬的夜晚当中呢，常常会出现这种小区域的气候变化。那我觉得在大战开始之前呢，我觉得他就是在等这个东风能够吹拂的时候呢，他这个火攻的计谋就可以奏效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有科学解释的，而不是像什么小说还会特别去安排说孔明在那边拉了一个高台，然后在那边做法，那扇子一扇然后那个东风就开始吹拂这个好像有点怪力乱神的啦。是，所以我才会说嘛，以前鲁迅就曾经评价诸葛亮就说多智而近妖，就是你说什么我早就料到有东南风，不对你的行径根本就像这个怪力乱神的一个法师一样对，事实上后来小说真的是有点夸张了小说当中诸葛亮真的是常常就会说什么我已经观察到天时怎么样，甚至会说什么我已经快要过世了，但是我有个招数叫做七星续命灯，真的到这边已经很像是神怪小说了幸好罗贯中有及时刹车刹住，不然的话诸葛亮要是再延续个几年，大概连什么雷射光枪都可以制造出来了去横扫曹魏的部队。那这边去说回来其实我刚刚前面有提到曹操可能他的大军没受到损伤，不过历史三国志当中倒是有一个桥段是说明曹操的部队其实仍然承受的一定的伤亡，但主要不是在赤壁战场当中，而是在他们撤退的期间。这个就是著名的华容道桥段。史书《山阳公载记》是这么说的：公船舰为被所烧，引军从华容道不归，欲离令，道不通。天又大风，西使迎兵覆草填之，计乃得过。什么意思？就是当时船舰都被刘备他们给烧光了所以导致
是呢，曹操的部队只能从华容道这个地方赶紧撤退。可是华容道这个地方都是一片泥泞的烂沼泽地，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曹操就下令说，来叫军队去割一些草来铺在那个泥泞地上面，这样子才可以让那些马匹或是骑兵部队比较有着力点，赶快去通过。迎兵为人马所到及，陷泥中，死者甚众。意思就是说，在这个开路的过程当中呢，很多人可能就是体力不支啊，就直接倒下，死者甚众。但到底死多少人，其实这个山阳公载记倒也没有说明的非常清楚。总之，经历过非常艰辛的开路过程，到最后军队也终于脱困了嘛。史书就有记载了，公大喜，诸将问之，公曰：刘备无仇也，但得计少晚，项使早放火，无徒无泪矣。什么意思？哎呀，刘备是我的仇敌呀，但这个人呢，就是智慧少了一点。他要是某些步骤再做得更到位啊，我根本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我说不定这个人就要死在这边呐。有没有发现这个就是很著名的什么桥段？就是那个曹操啊，在那个华容道啊走着走着，突然就放声大笑，这样旁边说你到底在笑什么？我们都已经打败得那么惨了。然后曹操就会说：吾笑诸葛亮少智，周瑜无谋。这边如果有伏兵的话，我们不就死定吗？啪的一声，赵云就出来说：曹贼休走！然后这个时候曹操就赶紧落荒而逃，逃到另外一个地方去的时候，又突然笑出来，大家说你又在笑什么东西啊？然后说如果这时候还有伏兵的话，那我们不就死得更惨了吗？张飞这时候找出来说：曹贼休走！结果到最后，曹操又逃到一个地方去，又开始笑出来说：你看我到最后不是还是逃出升天吗？结果关羽就出现了。到最后曹操是靠着卖惨，就说：将军，你要是当年那个斩颜良、诛文丑，虽然你还了我的情，可是你过五关斩六将又该怎么办呢？我当初不是放了你吗？求求你也放了我吧。然后关羽就说什么这个义气很重要啊，虽然说这个时候是我的敌人啊，但他的确对我有恩啊。最后纠结了一段时间之后，还是放曹操走了。顺带一提我真的觉得新三国里面当中陈建斌的演出有的时候非常的具有穿透力啊，就是我会觉得他有点得了便宜也卖乖，就是云长我不能走啊，我不能走，后再走。因为他说我要是走了，你这个关云长回去就没办法交代命令了。云长我不能走啊，然后就搞得关云长就觉得更坐立难安，就是你走吧，你走吧，你走吧，陷入到那个纠缠当中。他那个云长我不能走，我实在觉得非常有穿透力啊。我不能走啊，云长。但是这些在史书当中有没有注意到，山阳公载记完全没有提到关羽的出现。另外曹操他也没有那么的智缺，就是逃到一半就开始狂笑别人说那无智无谋，而是都已经逃出升天了，他才有点像是开玩笑，是告诉大家说你看嘛人家在做的更严密一点，我们连命都没有了，然后才开始笑出来。大家可能也可以跟着一起陪笑说对啊，运气好啊，命真大可能可以再重振旗鼓啊。所以先说一下，山阳公载记并没有被收到三国志当中，就表示说陈寿其实对这一段记载是有一点存疑的。再来第二点，罗贯中当年写小说的时候一定或多或少有参考山阳公载记，那是一个没有网络的年代耶，你要收集很多的资料，你才有机会去写所谓的小说。罗贯中连这个典故都开始运用，然后呢又瞎编出一大堆什么赵云劫杀、张飞劫杀，最后诞生名场面关云长义释曹操。其实在我小时候听来会觉得说哇塞好过瘾哦，非常酷非常棒的一个谋划的过程。那个时候真是一个童年美好的年代，现在长大之后看都会觉得说这有点太多了这只能说我也回不去了。不过你刚刚所提到的山阳公载记这里面，它其实多多少少也有提到当时曹操他们在败退的过程当中状况非常非常惨嘛，是到处泥泞还要割草然后去铺路它其实也渐渐证
明的就我刚刚说的那个科学解释嘛，哦就是他们往北逃，然后经过了沼泽地，然后其实那边就是大片的水域嘛，这其实就是在科学上可以解释得通啊。了解。另外就是我自己是觉得啦，他这边有提到就是所谓的孝这件事情嘛，罗贯中他基本上写《三国演义》的时候，其实就是有点像是用曹操的阴险啊，凸显曹操他这个人的形象是有点狂妄嘛，是就算是败逃的状态之下呢，他还是一样会口出狂言啊。我觉得这些说到底还是一样是小说笔法啦。对，而且我觉得某方来讲，真的还算是一个让人蛮深刻的小说笔法。不过说到这里啊，我自己在看这个电视剧的时候，我个人也蛮喜欢有一个改编，就是陈玉一直在旁边，就是说拜托你不要再笑啦，是，就好像是说你不要再乌鸦嘴好不好？拜托不要再弄了。所以我觉得啦，看到这么多的这些改编作品呢，那其实各个的作者呢，他自己用自己的解释，然后加了很多的戏啊，让这些戏剧效果呢，让大家又更加的印象深刻，我觉得都是很棒的。不过这边我又要说到一点，就是我以前就有说过，新三国其实把曹操很多的谋士都给删除掉了，就是描述不多。其实在赤壁大战过程当中，有一个隐藏的谋士，曹操若是接纳他的意见，有可能迎来完全不一样的结果。谁呢？贾诩这位谋士，其实在当年曹操攻陷了荆州的时候，贾诩就有提到说，哎呀，你攻击的速度太快了，那我们荆州这个地方人心不稳啊，你此时在抢攻，其实风险很高的啊。我觉得反正你看，你都已经把荆州拿到手中了，而北方大部分的江山也都是你的，面对孙权更不用谈刘备，你对他们国力是呈现碾压的态势，此时你应该怎么样？你应该休养生息啊，好，你稳扎稳打的培育你的国力，到时候凭借你强大的国力差距，孙权连抵抗都抵抗不了你，你没有必要去做这么积极抢攻这件事情。结果曹操没有听。当然啦，裴松之有吐槽说，哎呀，其实贾诩你的计谋也不一定是 OK 的啊，为什么呢？因为曹操其实当时击败了刘备，吞并了当时的荆州地区，其实已经形成很强大的威吓之势。你看孙权一开始都还在想说，我到底要不要投降？所以此时曹操他在加码进行一个压迫性的动作，是不是还是有机会可以不战而屈人之兵呢？所以他就说，贾诩的谋划也实在是有一点的一厢情愿。那不知道我说到这边，叉叉 Y， 你觉得贾诩的谋划你是赞成还是反对呢？当然啦，历史没有如果嘛，你后来来看的话，那当然会觉得贾诩说的是对的啊。没错。那假使呢，当时没有吹东风的话，那说不定曹操也成功啦。对，所以只能说这是个很悬的事情。话又说回来，如果新三国有把贾诩这个人放进去，我觉得就会有更多很好的冲突点，又或者是说到时候曹操有更多的延伸，比方说他在败退回去之后啊，就可以跟贾诩讲说啊，我后悔不听你的计谋啊，身为一个领导人要如何跟曾经提过正确建议的部下互动，我觉得这其实也是一个可以很值得琢磨的地方。好，以上呢这个就是我们这一次的内容。然后我们讲了有关于赤壁大战的整个完整的过程。那不知道大家在听完这个故事之后有什么样的想法？欢迎在留言区留言，我们来跟你做互动跟讨论哦。你不知道三国系列，我们下次再见，大家拜拜，拜拜。